澳大利亚23岁美女误入鳄鱼领地，惨遭巨型咸水鳄生吞，警方果断射杀，血腥画面不忍直视。据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咸水鳄是世界上体型最大、攻击性最强的鳄鱼种类，与其他鳄鱼种类最大的不同在于，它们偏好栖息在盐水区域。尽管其他鳄鱼也拥有可以适应咸水环境的沿线，但它们极少像咸水鳄那样进入海洋，利用强大的海洋洋流。咸水鳄可以从河流一路漂游至开阔海域。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曾对20只咸水鳄安装卫星追踪器，记录它们的迁徙路径，其中一只鳄鱼在25天内就完成了从北肯尼迪河到卡本塔利亚湾的远洋旅程，行程长达603公里。这种长距离漂移方式几乎不耗费体能，咸水鳄不仅极其强壮，性情还极为活跃与暴躁，几乎全天候在水中游动狩猎。在野外观察中，科学家曾惊讶地发现，部分咸水鳄背部布满藤壶，这是海洋生物常见的标签，意味着这些鳄鱼在海水中连续漂泊了数周之久。20世纪初，澳大利亚曾疯狂猎捕咸水鳄，只为获取其珍贵的肉类、蛋和皮革资源。在短短几十年中，它们的种群数量骤减，到了1971年，野外数量已经减少了 95%， 濒临灭绝。政府随后将其列为保护物种，全面禁止猎捕。从那时起，咸水鳄开始缓慢恢复种群，重新回归河流、沼泽与海岸线。但随着它们的回归，另一场危机也随之而来。人鳄冲突逐年上升，尤其是在偏远地区，旅游活动和人类活动不断深入鳄鱼栖息地，导致悲剧频发。2002年10月12日，年仅23岁的伊莎贝尔·冯·乔丹与妹妹瓦莱丽以及几位背包客一起从德国海德堡出发，前往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萨里俱乐部。这是一家开放式酒吧，以热烈奔放的音乐、轻松惬意的氛围吸引着无数国际游客。他们站在灯光摇曳、音乐震耳的舞池中央，伊莎贝尔与瓦莱丽仿佛沉浸在一种脱离现实的自由世界里，短暂忘却了生活的压力，只想享受此刻的欢乐。然而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大约在凌晨1点左右，两姐妹开始感到些许疲惫，决定提前离开这喧嚣的派对场所。她们匆匆喝完最后一杯酒，带着微醺的笑意走出萨里俱乐部，打算找个清静的地方继续这场姐妹之旅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一个简单的决定竟挽救了他们的生命。就在他们离开后的1个小时，一辆停靠在酒吧附近的汽车突然发生猛烈爆炸，爆炸威力巨大，顷刻间将萨里俱乐部及周边区域化为火海，共造成202人当场死亡，209人受伤。伊莎贝尔与瓦莱丽得知惨剧发生的那一刻震惊不已，他们立刻结束行程，飞往澳大利亚北领地的首府达尔文。一落地，两人就毫不迟疑地直奔达尔文皇家医院，去探望那些在萨里俱乐部爆炸中受伤的朋友。他们亲眼目睹了那些熟悉面孔身上触目惊心的伤痕，姐妹俩深知自己是多么幸运，能在爆炸发生前逃离现场。为了从这场恐怖的噩梦中摆脱出来，伊莎贝尔和瓦莱丽决定前往卡卡杜国家公园放松心情。卡卡杜国家公园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，在世界范围内也以其极为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而闻名。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分布着茂密的红树林、绵延的红泛平原和季节性湿地，为那些寻求内心宁静、渴望与自然重新连接的人们提供了完美的疗愈场所。对于刚刚经历恐怖袭击、惊魂未定的伊莎贝尔和瓦莱丽来说，卡卡杜就像是一片避风的绿洲。姐妹俩也认为在澳大利亚内陆旅行是一种更安全、更平静的度假方式。不幸的是，对伊莎贝尔来说，她的好运即将在此告终。她万万没有想到，逃过了战火，却终究没能逃过野性的吞噬。为了亲身体验澳洲荒野壮丽的自然风光，两姐妹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为期4天的探险之旅。同行的还有9名同样热爱自然的旅客，大家来自不同国家，彼此之间很快熟络起来。带领他们的导游是46岁的格伦·罗巴斯，他是瓜纳探险之旅公司的资深员工，在卡卡杜地区担任导游已有13年之久。最初的几天一切都很顺利，姐妹俩对这趟旅程非常满意。白天，她们徒步穿越幽深峡谷，在瀑布下嬉戏；夜晚则围坐篝火旁，仰望满天星斗，畅谈人生与梦想。伊莎贝尔和瓦莱丽渐渐放松了心情。10月22日，这个原本平凡的日子却成为他们命运的转折点。那天晚上，气氛轻松愉快，旅客们在营地里围坐闲聊，笑声不断。大约在晚上10点半左右，一位游客提议，不如去游个夜泳，借着清凉的水驱散白日的暑气。格伦表示，他知道一个绝佳的地点，位于卡卡杜腹地，拥有淡水水源的桑迪比蓬。一行人很快驱车抵达那里。
夜色朦胧，四周被密林环绕，虽然已近深夜，但众人仍兴致勃勃，迫不及待想跳入清凉的水中。然而就在大家准备下水之际，有几位游客注意到岸边立着几块警告牌，醒目的标语提醒人们提防鳄鱼出没。不安的情绪开始在人群中蔓延，一些游客迟疑地停下脚步，而格伦却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安抚大家的情绪。他斩钉截铁地表示，这片水域很安全的，只有性格温顺、不会主动攻击人的淡水鳄鱼生活在这里，至于凶猛危险的咸水鳄，完全不会出现。他还补充说，附近的原住民世代都在这里游泳，从未出过事，这足以证明这里的安全性。面对导游的自信和看似合理的解释，大部分游客放下了警惕，虽然仍有几人感到不安，但在群体的气氛感染下，他们也选择了相信。格伦走到水边，他拿起手电筒照向水面，向那些仍心存疑虑的游客展示，水中确实没有任何潜藏的危险。晚上11点左右，包括伊莎贝尔和瓦莱丽在内的几位游客迈入了水中，水温宜人，清凉而平缓，微弱的月光洒落在水面，他们在水中缓缓漂浮。与此同时，格伦离开了营地，独自前往附近另一个旅游团的营地，计划邀请那边的导游和游客一同来享受这夜泳的乐趣。夜色愈发浓重，水中的游客们轻松交谈，时而发出笑声。他们相距不过一臂之遥，看似一切平安无事。然而，就在他们放松之际，一只巨大的咸水鳄在他们下方悄然浮现。他们以为只要在一起就万无一失，可就在他们全然放松、防备尽失的那一刻，体型庞大的咸水鳄正悄无声息地从水下逼近。它庞大的身躯宛如幽灵般前行，隐藏在黑暗之中缓缓滑行。它悄然锁定猎物，月光太微弱了，根本不足以照亮水下的幽影，没有人察觉。他们所处的这片宁静水域，正是掠食者最擅长埋伏的狩猎场。紧接着，惨剧在瞬间爆发，没有丝毫预警。那只咸水鳄猛然从水中如鱼雷般高速冲出，带着无与伦比的力量撞向游客詹姆斯的腿。那一刻的冲击力，就像一辆高速列车迎面撞击。詹姆斯惊呼一声，但鳄鱼的目标并非他，他只是借势穿越。鳄鱼迅速锁定了伊莎贝尔。在众人还未来得及反应之际，咸水鳄张开满是利齿的巨口，一口咬住了伊莎贝尔的腿，将她狠狠拽入水下。他疯狂挣扎，试图摆脱这突如其来的黑暗怪物，奋力向水面游动，但他根本不是这个原始掠食者的对手。他奋力发出一声撕裂夜色的尖叫，声音中夹杂着惊恐与绝望，惊动了在他身边的詹姆斯和瓦莱丽。然而惊叫只持续了一会，下一秒他便被拖入水下，消失在夜色与水波之中。刚开始，岸边的人还以为这是某位游客的恶作剧，但随着1-2分钟的沉默过去，最初的玩笑猜测很快变成了凝重的恐惧。众人的笑声早已消失，只剩下不安的呼吸声和快速拍打水面的声音。此时，惊慌终于在他们之间蔓延开来，他们意识到情况极其严重，惊慌失措中，所有人迅速朝岸边游去。上岸后，他们拿起手电筒，疯狂地在水面来回扫动。映入眼帘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：那只咸水鳄鱼的眼睛在光束下闪着绿光，犹如夜幕中狩猎者的凝视，摄人心魄。它庞大的身影在水面下缓缓移动，仿佛毫不急躁地巡视着自己的领地。它看起来并不打算离开，就像是沉浸在胜利后的满足之中。而那位年轻、充满生命力的伊莎贝尔却已经彻底消失无踪。岸边一片死寂，没有人说话，每个人都在用颤抖的双手握紧手电，但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当局接到报警后，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救行动。卡卡杜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、巡逻员和野生动物管理人员紧急动员，直升机在天亮后升空，热成像设备和快艇也加入了搜索队伍。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焦灼的气氛，时间仿佛被拉长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吞噬着希望。直到第二天清晨6点30分左右，一支巡逻队终于在离事发地不远的水域发现了那只咸水鳄。它依然在水面漂浮，它那张满是锋利獠牙的嘴中赫然叼着伊莎贝尔残破不堪的遗体，几近无法辨认。面对这具遭受残忍撕咬的尸体，巡逻员们心中泛起一股撕裂般的悲痛。他们当即开枪，将这头咸水鳄击毙，并将伊莎贝尔的遗体小心打捞上岸。在后续的调查中，警方确认导游格伦·罗巴斯在此次事件中存在严重失职。作为拥有13年经验的专业导游，他理应知道卡卡杜国家公园部分水域栖息着咸水鳄，尤其在旱季，它们经常出现在看似安全的淡水区域觅食。然而，他不仅无视现场的警告标志，还误导游客称只有温和的淡水鳄，最终导致致命后果。
面对警方的指控，格伦承认疏忽大意，最终以过失致死罪名被判处3年缓刑。据专家后续确认，这头攻击伊莎贝尔的咸水鳄为一头成年雄性个体，体长约 4.5 米，体重超过500公斤，拥有强劲的咬合力和水中爆发力。在他面前，一个赤手空拳、毫无防备的人类根本没有逃生的可能。事后，警方发出警告：第一，在国家公园中一定要遵守警告标志；第二，在野生动物的领地内必须保持极高的警觉，尊重它们的存在，并保持安全距离，不要因一时放松做出不可逆转的选择。